大家好，我是知识居。大筒木一世被川木刚学会的影分身所骗，转身失败，灰飞烟灭，结束了他悲惨的地球之旅。一世的匆匆下线是略显草率了些，前1分钟还在拳打鸣人脚踢佐助，就连重离子模式都扛了过去，最后却折在了影分身上，显得多少有些掉价。蓝面人吐槽又是剧情杀，于是就有人问了：一世有白眼，为什么还看不穿影分身？这就到了本期视频的主题：白眼能识破影分身吗？在中忍考试上，林次在面对鸣人的影分身时就明确表示过，白眼无法区分本体和影分身，原因是影分身的原理是查克拉平分，本体和影分身在白眼的视角里查克拉量是一样的，就连辉夜也拿鸣人的多重影分身没办法，只能逐过击破。有林次辉夜的先例，一世即便有白眼，那看不穿川木的影分身似乎也合情合理，可真的是这样吗？林次和辉夜那2次的情况其实和一世这次是不太一样的。林次辉夜是需要在影分身堆里找出本体，一世则是判断面前的川木是不是影分身。那白眼使用者有办法辨别吗？答案是有的，就是去对比查克拉量。白眼具备查克拉可视化的能力，比如林次看到鸣人体内的9位查克拉，心可以识别止水的查克拉，奇袭部队的日向小哥可以看到有女小哥的重护里有气泡粘土的查克拉等等。总之就是白眼可以将查克拉量化，那用这一点就能识别影分身。比如白眼看到一个人的查克拉量是这么多，在你使用影分身后，由于查克拉量被平分了，不管是本体还是影分身，查克拉量就减少成了这样，那是不是一眼就能觉察不对劲？而且分得越多越容易识别。总之白眼可以判断对方有没有使用影分身，只是不能从影分身堆里揪出哪个是本体而已。所以说一世如果稍稍谨慎一点，是完全可以识别川木的小把戏的。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坑的是白眼不是被动技能，它是需要消耗查克拉去主动开启才能生效的。之前就有很多人吐槽中忍考试上为什么宁次没有发现鸣人藏在了地底下，这就是因为宁次在和鸣人血拼后元气大伤，把白眼给关了，这才没能觉察到地底的鸣人啊。不管是宁次出天还是一世辉夜，一般都是需要用时才会开一下，为了省查克拉，日向和大筒木大部分都是不开的。所以影分身川木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世面前，一世也全然不知。要是一世开了白眼，在白眼的视野范围内，川木和他的影分身自然是尽收眼底，一世便也不会贸然转身了。但这也不能说一世活该，毕竟他所认识的川木是不会任何认输的。好了，既然都提到了白眼，那最后我再来补充几个关于白眼的常见问题吧。1. 白眼只能看到查克拉，看不到实体。首先，白眼具备透视能力，可以看手牌、看内脏、看试卷，通过外套看内衣，这些都可以的。至于雏田为什么没有看穿带土的面具，也没有发现培恩身上的查克拉接收器，就当 bug 处理吧，没有合理的解释。2. 白眼的世界是黑白的，金可以用颜色识别指水的查克拉，雏田可以看到远处的天照是黑色的，白眼的视野也是多彩的，千万别被动画误导，彩漫里可都是有颜色的，与正常人视野内容相同。3. 日向分家白眼有死角，宗家没死角，辉夜没看到小樱，就是因为白眼死角的缘故。日向分家的白眼有死角已在宁次身上得到证实，但宗家的白眼有无死角却无从查证。辉夜挨小樱一拳，完全是岸本在强行凑第7班的安排。小樱162的个子，90多斤的体重，不可能整个人都在辉夜的白眼盲区。4. 白眼可以进化成镜眼，这只是一种猜测，有待《博人传》后续剧情的展开。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给我关注，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知居。和《疾风传》里的小组织一样，《博人传》里的反派组织可也即将浮出水面，在动画中正式登场。这个可组织由内政和外政2部分组成，内政顾名思义就是正式员工，组织里的核心成员，而外政就是一些外聘的临时工，基本都是由个人村里的叛人组成。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博人传》漫画中已经登场过的可组织内政和外政的所有成员吧。外政成员第1位青原是雾隐村的一名精英上人赵美明的亲信之一，在第4次忍界大战中担任感知部队队长，也是在石尾尾寿玉的攻击下总部唯一的幸存者，但左半身也因此被毁报废。好在遇到了木叶的方柱博士，博士为其打造了义肢，让青重获了新生，后因不明原因加入可组织成为外政成员之一。此后青用幻术操控方柱博士窃取了木叶科学人居的情报，在回收器的任务中与博人一行人展开激战，凭借2次改造的机械身体以及加特林
兵、预警无人机等科学忍具，一度让博人等人吃尽苦头，但后被博人设计击败，嘴遁洗白，最终为救博人惨死在果勋居士的蒸汽蛤蟆身下。第二位我喽，一个出场即领便当的炮灰，身形肥大健硕，类似哥布林，双手被改造成三角炮筒，可发射威力巨大的查克拉炮，最后被川木击败。内政成员阿玛多，一个外形神似宫崎骏的中年科学家，因不明原因加入可组织，成为技术开发部主任，制造了一系列高精尖的科学忍具，改造了一大批人造人作为组织行动的核心力量，同时也亲自操刀了非人道的人体实验，为大头目伊势培育合适的转生容器。在发现伊势想要复活摧毁地球的目的后，阿玛多决定叛逃组织，倒戈木叶寻求庇护，同时也向木叶方提供了众多关于可组织和大头目一族的情报。1号成员迪鲁达，阿玛多改造的1号女人造人，性情暴躁，一言不合就踹人，外形浮夸美艳，像是从隔壁JoJo里走出来的一样。实力设定上虽然是可组织里垫底的那几个，但实战表现却可圈可点。与鸣人的较量中展现了各种 bug 级别的能力，比如能和仙狐模式下的鸣人5开的超强体术和超快速度，能瞬间自愈的再生术，具备查克拉吸收与反弹能力的科学忍具眼，一击必杀的破坏死光等等。在与鸣人的战斗落败后，被阿玛多重造复活。2号成员果勋居士，阿玛多通过自来也的细胞制造的克隆人，也是阿玛多为打败慈弦所制造的产物，能够使用自来也生前的所有技能，但人格却完全独立于自来也。为了阻止伊势转生，果勋居士击落了搭载川木的飞行船，并想尽办法阻碍可组织回收川木。在得知慈弦与佐弥大战后元气大伤，立马回到基地，想趁机干掉慈弦。在与慈弦的较量中，通过火焰山的火焰攻击，迫使伊势转生复活，但同时也使自己身陷困境，目前生死未卜。3号成员波罗，熔顿血极限界使用者，身体配备了火药和拥有群控功能的科学忍具病毒黑雾，以及发动再生能力的核，持续作战能力极强，实力设定在迪鲁达之上，表现还算差强人意。在与新第7班4人的较量中，各项能力虽被接二连三开发的主教团们一一克制，但仍差点将4人团灭，只是最后不幸被从博人体内觉醒的大头目陶氏击杀。4号成员兼首领慈弦大头目伊势，上古时期，大头目伊势和辉夜一同来到地球，种植查克拉果实。可不知辉夜是想独吞查克拉果实，还是因为一些私人恩怨，突然袭击了伊势，毁掉了伊势的下半身。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伊势，恰巧碰到了一个路过的修行僧慈弦。伊势不得已使用了一招叫少明皮古拉的秘术，缩小了身体，钻进了慈弦的耳朵里，控制了慈弦，占据了他的身体，同时还在慈弦身上刻下了蝎之印记，作为自己转生的气。但慈弦的身体无法承受伊势强大的查克拉，不能作为一具合格的气使用。于是，在后来数百年间，伊势一直致力于寻求和培养合适的气，并成立了可组织，直到完美的气川木出现，但却在转生之际遭到了阿玛多的背叛和果勋居士的阻拦，被迫使用慈弦的身体转生复活。5号成员维克托。维克托原是古之国医药厂商的社长，也是一位拥有丰富战争经验的老忍者。因在战争中受伤，右眼戴上了眼袋，右脚装上了一只。在一次负责护送气的任务中，遭到果勋居士的使坏，丢失了气，还被果勋居士反咬一口，失去了组织的信任，最后被果勋居士的3位真火活活烧死了。6号成员考德。一名忧郁系美男子，有加加里贝尔菲格尔的即视感，曾打败过迪鲁达，实力和波罗相当，但到目前为止他的能力都未真正展现过，只知道他曾潜入木叶调查过鸣人和佐助，未被察觉，十有八九是个感知侦查型忍者。9号成员川木。川木原本是出生在充满家庭暴力的单亲家庭的普通人，生父为了点烟酒小钱将他卖于慈弦，被带入可组织后，川木被迫接受了人体改造实验，获得了蝎之印记。为了将他培养为完美的气，慈弦每天都对他进行严苛的训练，让他生不如死，自然也萌生了逃离组织的念头。在某次回到基地的过程中，川木搭乘的飞行船遭到果勋居士的袭击，坠落在火之国边境，后被木叶丸小队发现，带回了木叶，寄宿在鸣人家中。在鸣人巴巴的嘴遁下，川木内心的防线被一一攻破，体验到了人间真情，决定重新做人。剩下的7号成员迪帕和8号成员并未在漫画中出场过，他们将供《博人传》动画水剧情和充当主角们升级的经验包使用。更多关于可组织的信息，还请关注每月20号左右更新的《博人传》漫画和即将在7月19号开始播放的《博人传》动画可组织始动篇章，以及18下 UP 主支持GGG。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喜欢的朋友还请点个关注，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